养兄老光棍30几年，被催无奈，只好在网上找真爱。这天，他拿一个外国女人照片，趾高气扬地向我炫耀，这是他的女朋友。我出于好心，劝他别被骗，可他仅因这话，将我抛尸荒野。神淼，你他妈就是嫉妒老子！既然这样，你给我下地狱吧！后面更是请大师开坛做法，要我永世不得转生。看着闺蜜手下的9万里冥界，我内心不禁感慨，这不专业对口了吗？人间你是我养兄，但在地府，不好意思，你要叫我大人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喂，赔钱货，给你看看老子的女朋友，怎么样？你嫂子长得不错吧？养兄沈勇发来微信炫耀，又附上了一张长相清秀的女人照片。沈勇女朋友，她身高1.6米，体重230斤，邋遢不洗澡，30几岁了还是无业游民。正常女人能看上她？我注意到照片右下角有个隐晦的水印，再加上油腻的画风滤镜，完全就是 AI 生成的图片标准模板。我出于好心，抬手打字：哥，你小心点，别被骗了。下一秒，我房间门就被猛地踹开。沈淼，你他妈的是不是见不得我好？沈勇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我吓了一跳，连忙解释：哥，我不是那意思，现在诈骗手法太高明了，我就是想让你留个心眼，他肯妹就算了，到时候别被骗得连房子都没了。毕竟这是我辛辛苦苦攒钱买的。可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他直接就给了我一巴掌：你就是嫉妒老子，臭娘们！我捂着嗡嗡作响的脑袋，有些发懵，明明只是好心提醒，怎么就成嫉妒了？老子30多岁，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，你大过年的居然敢咒我，差点忘了，你本来就是我们沈家的扫把星，白养你这么大了。沈勇会对我恶劣，完全就是在他爸妈身边耳濡目染的。对了，也就是我的养父母，当初他们把我捡回来，不是出于好心，而是计划着找到我亲生父母后狠狠讹上一笔，最后却发现我是一个弃婴。本想找个地方把我扔了，但被好心群众举报，警察勒令他们必须把我养大，否则就要吃牢饭。他们只能认命把我领回家当牛马来使唤，甚至还想让我当童养媳，这样可以省一大笔彩礼钱。不过沈勇心比天高，只看得上大长腿美女，嫌我长得又瘦又黑，这才逃过一劫。我实在气不过，指着照片右下角说道：哥，我真不是咒你，你看，这就是 AI 水印。沈勇拿着绿豆眼盯了一会，最后更加厌恶地看向我：你他妈为了污蔑你嫂子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随后一把将我手机摔在地上，瞬间4分5裂。老子跟他都谈1周了，是不是该我还不清楚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上了大学就是城里人了？我看你就是欠打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撸起袖子，正面硬刚。我是没有一点胜算，我夸张地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疯狂解释：对不起哥，是我误会嫂子了，嫂子长得跟天仙似的，怪我没看过这种美女，才认成了 AI。 沈勇听到后立马神气得要命：算你识相。对了，你嫂子说结婚要88万的彩礼，这钱你来出，就当是道歉了。88万，这骗子还真会狮子大开口。哥，我前段时间不是刚给家里买房了吗？现在身上还欠着房贷呢。他脸一下就黑了，顶了顶腮帮子：沈淼，你骗鬼呢？我就问你一句，这钱你给还是不给？首付我都花了100多万，
我哪还有钱？见我不说话，他瞳孔充血，捏紧了拳头。既然你没钱给彩礼，那你就去死吧！我猛地抬头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不给钱就该死吗？还没等我开口，沈勇捧着花瓶就朝我太阳穴狠狠砸了下去。我顿时眼前一黑，耳朵失明。妈的，我要报警！可等我再次醒来，却被捆在地上，四周伸手不见五指，雾气缭绕，有些熟悉，确定不是在冥界。这时，一群人乌泱泱站在我跟前，激烈的讨论着他是什么时候过的奈何桥，怎么没登记，连转世日期都没有。孤魂野鬼啊，不对，没有脚，难道是鬼？我头痛欲裂，挣扎着想要他们给我解开枷锁，没想到我一动，剧烈的电流就传遍全身，捆魂锁居然用我身上了。韩哥，他醒了。那被称作韩哥的男鬼掐住我的下颚，迫使我抬起头。长得还行，这脸我认识，是我闺蜜顾双落的男宠韩望莲。绑在我脖子上的捆魂锁被松开，我这才得以喘气。我半信半疑地问道：“你是韩望莲？”狭长的眼睛疑惑了一瞬：“你怎么认识我？”我扶额苦笑，居然又回到冥界了。5年前死后，我求着顾双落开了特权，让我再回人间活活。没想到这才多久，又被沈勇一花瓶给送回来了。我示意他解开身上其余的捆魂锁。我是殷竹灵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没想到下一秒，韩望莲径直扇了我一巴掌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殷竹灵早就返魂了，撒谎也不挑个鬼来讲。坏了，我这才想起来，韩望莲从未见我正脸，很多时候他都是在顾双落的帘帐里，他认不出我，也是情理之中。我有些慌神，还是镇定说道：“你不信的话，可以问问九幽主。”九幽主就是顾双落在地府的称号。韩望莲有些被说动了。他唤来黑白无常，拿出生死簿，细细翻阅后，暴力地将生死簿砸在我脸上。你这孤魂野鬼，居然还敢骗我！生死簿上查无此鬼。我的心顿时坠入冰窟，头痛欲裂间，一些画面出现在脑中。沈勇把我砸死后，非但没报警，反而是请大师开坛做法，要我永世不得转生。还是用的我的钱。我张嘴还想解释，脖子又被捆上了捆魂锁。韩哥，是把他送到18层地狱打下手吗？我在心底暗暗松了一口气，不过都是一些捡骨头的脏累活，只要听话，不会受到什么折磨。以后有机会再向顾双落求助就是了。不，把他送进风流冢，皮相这么好的女鬼，不做些贡献，属实可惜了。闻言，我的心彻底死了。风流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冥界的花柳场所，每天都会有大批女鬼被送去，用来服侍男鬼，最后基本都会魂飞魄散。我不要去风流冢，我听话得很，让我到18层地狱当牛做马都可以。韩望莲一下子来了兴趣。哎呀呵，让你做什么都可以。我点头如蒜，当务之急就是先稳住他。韩望莲一把捏住我的下巴，玩味道：“你是说来我床上供我骑？妈的，做人被辱，做鬼还要被辱！”我再也忍不了了，趁他转过去的瞬间，我狠狠咬住他的耳朵。啊！哀嚎声传遍整个冥界。你个贱人！韩望莲嘶吼着，巴不得现在就把我打个魂飞魄散。他勒紧我脖子上的困魂锁，让我目眦欲裂。我忍着痛，破口大骂：“韩望莲，我劝你赶紧把我放了，不然等我自由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”这一口，我是使了十足的力气。一个爬上床的男宠罢了，什么时候也能这么肆无忌惮？
可我忘了，现在没人认出我是阴竹灵。他一脚踹到我头上，真是给你脸了，滚！老子不稀罕上你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示意小鬼递来烧红的火钳。如果烙上，将永远抹不掉。我挣扎着想要爬起，但灼热的剧痛已经按在了大腿上，滋滋滋，部分的灵魂迅速被抽离，搅得我五脏六腑生疼。惹我的下场就是这样。韩望莲加重了手里的力度啊！我感觉自己快灰飞烟灭了。直到半分钟后，韩望莲才被手下的小鬼拦下。算了，韩哥，等会儿闹出鬼命了，咱可不好交代。他这才丢下火钳，似是还不解气，又用铁棍打了我好几下。韩哥，接下来咱们怎么处置他？韩望莲厌恶地打量我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我要让他尝尝被蛇群一点一点吞噬灵魂的绝望。”说完，又打了我好几巴掌，才对一旁的小鬼交代着：“把这个贱人给我丢进千蛇狱。”我浑身冒出冷汗，不光是腿上的灼伤，心里更是害怕不已。千蛇狱是用来惩治穷凶恶极的厉鬼，他们会狠狠啃食鬼身，汲取灵魂，随后再摄入剧毒。即便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但还是能让鬼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活了2辈子都没想到，如今会用到我身上。砰！从10几米的高空落下，我痛得全身蜷缩。落地的瞬间，还压爆了几条蛇，它们的尸体混合着血液粘在我的身上，恶心极了。蛇群被彻底激怒，来势汹汹地朝我逼近。嘶嘶，我想要挣脱，奈何手脚都被捆住。洞口传来得意洋洋的声音：“神淼，你就好好在里面待着吧。”是韩望莲。我在心中发誓，如果能出去，一定要把他千刀万剐了。然而现在，我要是先保住我这破烂不堪的小魂魄，再这样下去，还没等见到顾双落，恐怕就已经没了。韩望莲在上面看着，只觉我不够痛苦，又加大了捆魂锁的力度，痛苦的抽离感持续出现着，甚至愈发浓烈。蛇群也因太久未进食，正疯狂地啃食着我的灵魂，1只、2只、3只，身上可以说是千疮百孔都不为过。最要命的是，有只巨蟒王缠上我脑袋，打算让我灵魂破体而亡。冰凉又黏腻的鳞片让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。随着巨蟒王的呼吸，头颅每一寸都被猛地收紧，意识渐渐涣散，眼前只剩下狰狞恐怖的蛇鳞。我后悔了，骂着自己为何要嘴贱多管神勇的闲事。他那种人，就算被骗取缅北嘎腰子，都是活该的。昏迷之际，头顶的洞口又传来动静：“九幽主，您来了。”是韩望莲谄媚讨好的声音。是顾双落。顾双落来了，我顿时重燃希望，拼命回魂。听说你用了这千蛇玉，是怎么回事？韩望莲连忙解释，这个孤魂野鬼不知天高地厚，敢对我动手，我一时气坏了，所以才……对了，他还冒充阴竹灵呢。顾双落有些疑惑，他往我这边看了看，他说他是阴竹灵，我是不是要得救了？可我忘了，我身上早就被蛇爬满，一点衣角都没露出来。我拼命挣扎，身上的捆魂锁叮当作响，蛇被我窸窣地抖下，唯独头颅上的巨蟒迟迟不肯松嘴。救命！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下一秒，希望便再次破灭。呵，居然敢冒充阴竹灵！他在人间好好的，怎么可能会在这？顾双落轻蔑地开口，眼里满是愤怒。韩望莲附和他：“对呀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好好惩罚他。”
刚才我耳朵还被他咬破了，好痛哦，要九幽主吹吹。行啊，今晚来我府上，我帮你全身上下都吹一遍。绝望，这次是真的绝望了。蛇群的攻势比刚才还要猛烈，手臂上的肉被他们扯得立马见骨。就在此时，我忽然注意到手腕上有什么东西在发出银白色的光。顾双落显然也在洞口看见了，那是什么？顾双落疑惑转头，韩望莲想用身体拦住，下一秒却被一巴掌扇倒在地。韩望莲，你找死！顾双落突然声嘶力竭吼出声。我忽然想起，手腕上戴的是顾双落刚当上冥界大佬时送给我的护身符，星烛银镯。只要我遇到生命危险，手镯就会闪烁银光。还愣着干嘛？给我下去救鬼！小鬼连忙打开封印，只剩一头雾水的韩望莲趴在原地，被几个鬼压着不得动弹。我感受到身上越来越轻，眼前也有了光亮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得救了。蛇一条条被扒开，全部鬼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顾双落冲上前，将我紧紧抱在怀中。淼淼，怎么会是你？可我这会儿只能拼命睁开眼看着他，无法回话。韩望莲被带了下来，他看着我，又看了看顾双落。九幽主，您认识他？顾双落横空一劈，韩望莲引以为傲的脸上挂了彩。他是殷竹灵。韩望莲捂着脸不可置信的喃喃自语，怎么可能？殷竹灵不是在人间吗？随后他脸色变得惨白，想要抓住顾双落的胳膊解释，却被鬼狠狠按在原地。我不知道，这是误会啊！顾双落收紧掌心，他红着眼眶质问道：那他身上的伤也是误会吗？韩望莲一下子慌了，连忙求饶：九幽主，我错了，您就看在我们往日的感情上，饶了我一命吧。您要我做什么都行。顾双落冷哼一声，将剪刀丢到他面前。好啊，那你自宫吧。凭着龌龊手段上位的男宠，逼他自宫跟要了他的命没什么区别。韩望莲哆哆嗦嗦地捡起剪刀，艰难地咽了咽口水。九幽主，您确定吗？可是这样，望莲就给不了您幸福了。顾双落直接把脚踩到他脸上，这种话你也配说？韩望莲见他刀枪不入，也不再求饶，彻底暴露了真面目。九幽主，我跟了您这么多年，您就这么对我？就因为这点小事，你就要我自宫？他将剪刀丢在地上，将那两个小鬼甩开，破口大骂：难道在你眼里，我连他一个阴竹灵都比不上了，是吗？我可是男鬼，能给你带来的乐趣不比他这个废物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挑拨离间，真是狂妄自大。顾双落嗤笑：韩望莲，我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不过是一个被我玩腻的过气男宠，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。韩望莲气红了眼，打算来个鱼死网破。可顾双落掌管冥界这么多年，怎么会是一个绣花腿？他仅仅是抬了一下胳膊，就被顾双落不费吹灰之力给挂了起来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没人会听他的求饶。一个长相俊美的男鬼拿起剪刀，干净利落，一团混着血液泥泞的肉条落在地上。啊！韩望莲放声惨叫，脸上死气纵横。我这会儿回魂了，才想起来，这是顾双落的第二个男宠许之彦，难怪他动手这么积极。韩望莲，这下是真的没有任何资本的狂妄了。你个贱人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，有本事你让我活！顾双落，说到底，你不过就是被我压在身下任我上的女鬼，有什么资格豪横？韩望莲用尽所有污言秽语，破口大骂。
顾双落的脸色丝毫未变，反倒是轻笑一声：“好啊，那我成全你。”抬手间，一口滚烫的大油锅凭空出现，所有的鬼都变了脸色。这是油锅地狱！韩望莲顿时慌了神，他想跪下求饶，可顾双落并不给他机会，直接把他扔进了油锅里。韩望莲的皮肤一下子被灼白，从身体上一块块脱落，他张大嘴巴，发出凄厉的叫声，再然后逐渐没了声音，只剩下一堆灰白色的骨头在翻滚。韩望莲彻底灰飞烟灭了，众鬼一阵唏嘘，被顾双落一个眼神吓得不敢出声，都低着头，井然有序地开始善后。淼淼，撑住，我这就给你疗伤。顾双落用手轻抚我的头，一阵清爽舒适的明力钻进我脑袋，意识渐渐模糊，让我有些昏昏欲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再次睁开眼，身旁不再是油光滑腻的蛇群，而是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温柔看向我的顾双落。几日没合眼，他脸色变得憔悴。淼淼，你醒了。沙哑的嗓音中夹杂着惊喜，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愧疚感涌上我心头。早知这样，我就不该贪玩，非要回人间。我抱住他，哽咽道：“夭夭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担心了。”他拍了拍我的后背，为我顺气：“没事的，只要你还在就好。”眼泪一下子涌出，我将这些天的遭遇全说了出来。顾双落的脸色彻底黑了。神勇，感动我的人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小鬼捧着卷宗出现了。九幽主，咱们有个目标，还没等业绩组的女鬼出马就死了，您看这如何是好啊？顾双落皱了皱眉，接过卷宗。神勇，巧了，这不是我杀千刀的养兄吗？原来他就是那个目标。卷宗上写着，神勇在昨天因跟人发生口角，被当街捅死，还真是活该。顾双落沉吟片刻，交给我吧。不时，神勇便被鬼带到了九幽主府上审判。神勇不停颤抖着，再也没了先前那副嚣张跋扈的模样。我是真的知道错了。台上顾双落的分身思索片刻，开口说道：“在你死后，有个女人为你殉情了。”他瞳孔微正，显然有些震惊。分身挥了挥手，那个女人便出现在他面前，长相清秀，与照片上的如出一辙。神勇崩溃了，一把搂住她：“柔柔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，来陪我了啊？只有我们知道，哪有什么柔柔，那是顾双落使的障眼法。”台上的分身见此也动容了，他可是为你求了好久的情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网开一面，免去你死后的地狱惩罚吧。才怪！听到这，神勇再也忍不住笑，他一口亲上柔柔的脸：“谢谢九幽主，谢谢九幽主。”说罢，便有个小鬼出现：“走吧，带你们去奈何桥投胎转世。”神勇牵着柔柔，简直快要把脸笑烂了。好嘞，谢谢这位官老爷。他一定想不到，这所谓的顺利，才是让他一步步坠入深渊的终极地狱。我按照计划，蓬头垢面地摔倒在他面前：“求求你们饶了我吧，我想转世，别让我魂飞魄散啊！”身后跟了一群追兵，他们冲过来就要将我捉拿。不行，你必须跟我们回18层地狱受罚。我崩溃大喊：“就因为生死簿上没有我的名字，你们就要这么对我？”神勇眼尖看到是我，牵着柔柔的手，幸灾乐祸道：“哟，这不是神淼吗？果叫虾胄灵春钻薄枕汤却鱼脚蟹凯西。”听见声音，我猛地抬头：“神勇，你怎么会在这？”我故意装作震惊的样子。神勇大言不惭：“还不是因为我积德太多，
九幽主安排人给我插队，让我转世投胎到一个好人家，还真是会吹牛。我不甘心地又问：你为什么会在冥界？你不是还活着吗？他哽了半晌，最后恼羞成怒道：关你屁事！又不顾众鬼的阻拦，上前狠狠扇了我几个巴掌。神淼，倒是你下地狱的滋味好不好受啊？听到这，我瞪大了眼睛，我就说：为什么生死簿上没我的名字？原来都是你干的。闻言，沈勇更是得意，大颗大颗眼泪从我眼眶跌落。就因为我好心劝你一句，你就要这么对我？他一脸无所谓。当然不是，只是他的下一句引起全场鬼共愤。你命那么贱，我怎么对你都可以，毕竟你只是一个弃婴，我就是把你打死也没人管。听到这，我再也忍不住愤怒。其实我早就死了，死在大四实习，被沈家推荐到的熟人黑心工厂里，死在大年30连轴转了30个小时的流水线上。来到冥府后，我意外跟顾双洛结识，成了朋友。在我死后的第5年，我死缠烂打求他让我回人间再看看，只是因为舍不得那个家，就算他们不把我当人看，可到底这是我在世间唯一的牵挂。我骗他们在外打了5年工，可非但没人心疼，反倒还哄我出100万多的首付买房。没成想，最后我的善良竟成了沈勇杀我的武器。你杀掉我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沈勇得意极了，他抬了抬下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在抽屉下还藏了5000块钱，那是我花光了积蓄唯一剩下的钱。他就为了这5000块而将我谋财害命。想到这，我爬起来破口大骂：沈勇，你不是人！沈勇却笑得肆意妄为：我确实不是人，我们都是鬼。他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，上下打量我一番：哦，我忘了，你又不能转世，甚至连鬼都比不上，而我马上就要带着心爱的女鬼转世成为人上人了。可他完全没注意到，冥府的某个角落有一个小鬼眼疾手快地在卷宗上记录着什么。那是每只鬼的罪孽卷宗，在18层地狱里，他们会根据卷宗上的罪名对每个鬼进行惩罚。沈勇倒是傻，没经盘问就将罪名一一数出。别啰嗦了，给我走！沈勇身后的小鬼打断催促。沈勇倒是没了先前的嚣张：好的好的，咱这就去投胎，您别生气。随后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前往奈何桥，在路过我身边时，沈勇还不忘朝我身上吐了口水：你生来就活该被我踩在脚下，贱骨头！呵，最后是谁被踩在脚下还不一定呢。来到了奈何桥，沈勇喜出望外：太好了，老子终于要去过好日子了。桥边孟婆正搅和着一锅翻涌沸腾的孟婆汤，沈勇搓搓手，不好意思道：孟婆大人，能不能给我一碗汤？孟婆半晌才回过神来，慢悠悠地上下打量他。当然了，这孟婆也是顾双洛的分身，真正的孟婆早就被安排放假回家休息了。孟婆瞥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是从锅里盛出一碗汤，冒着黑色的烟，浑浊的汤里还翻滚着几条蜈蚣跟眼球。沈勇当场呕吐了出来。孟婆又把汤往他怀里塞了塞，他这才皱着眉，捏着鼻子喝了下去。可是一碗下来并没有效果。怎么没用？他着急地让孟婆又给他盛了一碗。就这样来回了5、6次。沈勇恼了：你们这孟婆汤是不是假的？随后不管不顾，直接冲上奈何桥。可奈何桥就像有一层屏障保护着，立刻将沈勇弹回原地。怎么会？
这不可能，明明我马上就要投胎转世了。我笑了，一挥手，身上的灰尘全没。沈勇，谁跟你说这是孟婆汤了？这分明是我精心调配的短命软骨汤，一碗下去能让鬼神四肢乏力，就像砧板上待宰的牛羊。更何况沈勇一口气喝了5、6碗，他后知后觉倒了下去，身体动不了，只能动嘴向我骂道：“沈淼，你这贱人！”我彻底不装了，相比你来说，我还真算不上什么。沈勇不再理我，而是跟一旁的阴差求助：“关老爷啊，你们看看他，断了我的往生路，快点把他抓起来。”那些阴差可不敢管我，没理会他，直接一溜烟散得没影。沈勇这才想起身旁的柔柔：“柔柔，你救救我！”可柔柔处在原地没有动，他顿时大喊道：“你聋吗？我叫你救我，快点，要不咱都投不了胎了。”柔柔没有说话，反而撕开脸上的鬼皮面具，露出原本的模样。顾双洛恶心地看着他：“沈勇，你看清楚我是谁？”沈勇一下变了脸色：“您是九幽主。”他这会儿是用尽力气才能往前挪动1分。“九幽主，您可要给我做主啊！”沈淼心思恶毒，把我害成这样，还不让我转世，您一定要好好罚他，让他灰飞烟灭才行。顾双洛在他身上打量着，随后缓缓开口：“哦，我赵的人，我怎么不知他心思恶毒？”说着还将手臂搭在我肩膀上。这下沈勇彻底慌了：“什么？沈淼，之前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让我投胎转世吧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朝着我这个方向上下点头。因为他没办法起身，我笑了。这个时候知道后悔了。你说错了，我不是人，鬼可以记过。此时，那个手持卷宗的判官小鬼跑了上来。顾双洛抬了抬手，示意他开口审判。鬼魂沈勇，生前谋财害命，虐待生命，造人口业，死后应打入18层地狱，轮流赎罪，不可投胎转世。沈勇崩溃了：“不要啊！之前不是说好了，有人替我求情吗？让他替我下地狱，他愿意。”顾双洛嗤笑：“是有几个地方弄错了。”顾双洛挥了挥手，生死簿凭空出现，上面多出了我的名字。这意味着我再也不是没名没分的孤魂野鬼了。沈勇，你身为凡人，居然敢篡改冥界的生死簿，我再罚你20套刑罚赎罪。沈勇吓尿了，一滩黄色的液体在地上蔓延，其他小鬼纷纷捂着鼻子：“天哪，这鬼真不要脸，恶心！咱们把他阉了吧，这样他就不会尿裤子了。”好主意，我同意，免得再玷污了我们冥界的地。小鬼们说干就干，拉住沈勇的四肢，拿着剪刀咔嚓就剪了下来。沈勇痛得哀嚎：“啊，我不会放过你们这群死鬼的！”小鬼皱起眉头：“被阉了还不老实？”随后捧起地上的泥土塞进他嘴里：“闭嘴吧你！”沈勇这下彻底没了声音，可我又怎能让他轻易昏迷过去？一桶冷水从他头上倾斜而下：“醒醒，起来赎罪了！”顾双洛面无表情，随后把他带到了石磨地狱。沈勇像一滩烂泥，被丢在巨大的磨盘上。随着小鬼们的推动，沈勇的身体瞬间4分5裂，磨盘嘎吱嘎吱的声音与沈勇的惨叫声此起彼伏，十分聒噪。一轮磨盘碾压结束后，沈勇的身体又重新凝聚，可疼痛却不是假的。再然后，他被扔进了蒸笼地狱。巨大的蒸笼里翻腾着热气，刚一进去，皮肤就被烫得通红。不出半分钟，他的皮肤开始脱落，
露出森然白骨，再然后皮肤快速修复后再次脱落，周而复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沈勇的赎罪终于结束，他瘫在地上，只剩下微弱的呼吸声，表示他还活着。就在他以为一切都要结束时，顾双洛冷笑一声，将名利注入到他身上。还没完呢，既然你不能转世投胎了，那就好好为我们冥界打工吧。沈勇被鬼提着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顾双洛径直把我们传送到风流冢的大门前，门前站着一个人高马大的老鸨，他谄媚地迎了上来。顾双洛没有废话，直接把沈勇丢在他面前。阉人，以后就留在你们风流冢了，毕竟冥界收留了各路牛鬼蛇神，什么特殊癖好没有。沈勇不停求饶，却不成想那老鸨直接将他舌头连根拔起。闭嘴！我们没有说话，扭头就走。解决完这一切后，我决定留在冥界，哪也不去了。有靠山的感觉真好。顾双洛很是开心，并表示有他一口肉吃，就有我一口汤喝。当晚还直接给我府上安排了13个帅气男鬼，他说这是给我的礼物，害得我差点招架不住。再次得知沈勇的消息是在1周后，一开始他死活不愿接客，被老鸨打得半死不活，后来学乖了，也愿意主动去请，只是他收不住性子，惹到了更暴力的顾客，被打到精神失常。风流冢见他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便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。从此冥界多了个四处游荡的精神病，一看到鬼就脱下裤子求饶，对不起，别打了，是我错了，我从。面对这种耍流氓的行为，众鬼自然也不会放过他，于是每次都会被暴揍一顿。听完这些后，我并没放在心上，反倒是冷哼一声，活该。怀里的小奶狗立马不乐意了，阴竹灵姐姐，别不开心了，快陪小陈喝酒吧。我连忙哄他，好。至于沈勇的后续，关我屁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